远都会名列我的菜园里最受欢迎的蔬菜榜首。我每年都会把10多个品种的番茄搭配着种植，色彩缤纷如珍珠串般的樱桃番茄，甜而多汁，清新宜人，成熟得快，可以让我们在夏季尽早开始品尝。中号、大号的番茄需要较长的时间成熟，口感饱满，多汁的果肉蕴含着醇厚的番茄味道，独特的甜酸平衡令人回味无穷，为味蕾带来深沉的满足感，更为我的菜谱创造了丰富的可能。我有好几个专门介绍番茄种植的视频，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屏幕下面的描述栏里找到视频链接。我的频道会分享我的家庭菜园种植经验和健康美食菜谱，特别是用我自己种植的蔬菜制作的各式料理。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留言和分享。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多种番茄，在菜床里，在种植筐里，在花盆里，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储存方法，种多少都绝对不会浪费。番茄最简单直接的储存方法就是整个冷冻。先把番茄清洗干净，然后把它们平铺到能够放入冰箱大小的烤盘，不要挤压和重叠，先放入冷冻柜，让它们完全成为冰冻番茄。这个步骤看似简单，但非常重要，一定不要把新鲜的番茄一起直接放入保鲜袋冰冻，它们有可能结成一个大的番茄冰块，取出的时候很困难，如果挤压，番茄也容易破碎，影响品质和美观。等番茄完全冷冻成冰了，再把它们放入保鲜袋或保鲜盒里，重新放入冰箱冷冻，至少可以储存1年。我用这种储存方法可以保证每一个番茄都完好无损，即便放入冰柜冷冻时有挤压也没有问题。冰冻会改变番茄的质地，不再有脆度，不适合做生吃的沙拉，它们会变得非常的绵软，并释放更多的水分。但相较于冷藏，它更能保持番茄的口感和风味，因为低温可以减缓食物的新陈代谢，延长保鲜期。这样处理后的冷冻番茄可以在需要时用于制作汤、酱料等菜品，或者打蔬果汁，仍然能够提供丰富的番茄风味。我家除了冰箱，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冰柜，我的许多蔬菜都放入这里储存。需要食用的时候，把番茄取出来，放在厨房的工作台上静置几分钟，或者用温水浸泡一下，然后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把番茄皮去掉了。今天下雪了，我把在 Costco 买的豆腐放在阳台的雪地里，冰冻成了冻豆腐，搭配在 Costco 买的鱼，准备煮一锅炖菜，特别适合在这飘雪的冬天使用。在鱼身上划几刀，方便入味。冻豆腐用水浸泡后可以快速解冻，相较于新鲜豆腐，冻豆腐更为紧实，在烹饪时不易煮烂，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为菜肴带来更丰富的口感，所以我经常会做一些冻豆腐。切一些葱姜蒜和洋葱，热锅冷油，把鱼的2面都煎成金黄，放入生姜、大蒜和洋葱炒香，分别加入豆腐、番茄膏、冰冻番茄，加盐。我用我自制的苹果酱增添天然甜度和果香，倒入开水没过食材，盖上盖子，大火煮开后，用中小火煮15分钟左右就好了。最后加入胡椒粉和葱段。冰冻番茄已经完全在鱼肉的鲜美和豆腐的绵软中融化，汇成一股撩拨味蕾的醇香，令人回味无穷。
把洗净的番茄直接切成块放入 Mason jar 冷冻，是我储存番茄的另外一种方法。番茄炒蛋在我家是百吃不厌的家常菜。鸡蛋煎好后，直接把瓶子里的番茄倒入。冰冻番茄比新鲜番茄水分要多，会有更多的汤汁。你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控制浓稠度，几分钟番茄炒蛋就做好了。把番茄做成罐头是最常见的一种番茄保存方法。把 Mason jar 经过开水煮沸至真空状态，直接放在室温，可以保存至少1年时间。我的这个意大利蒜蓉红酱的视频详细介绍了番茄罐头的做法，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屏幕下面的描述栏里找到视频链接观看。我家每年夏天都会大量自制这种番茄红酱，完全自给自足。我的这个意大利葡萄醋制小番茄的视频介绍了用樱桃番茄制作开胃菜的方法，视频链接你可以在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找到。这种意大利葡萄醋制小番茄可以作为开胃前菜直接食用，和烤的金黄的法棍、黑麦面包、拖鞋面包、全麦面包搭配更有一番风味。如果你是冷藏保存，可以保鲜1周，但如果你把瓶子放入开水中煮15分钟，让它们进入真空状态，可以保存3个月。在每年番茄种植季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采收到很多尚未成熟的番茄。我会把它们放到阳台上晒太阳催熟，也会放几个香蕉和番茄在一起。香蕉中含有乙烯气体，这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生长激素，可以促使一些水果和蔬菜成熟。将未成熟的番茄和香蕉放在一起，香蕉释放的乙烯可以加速番茄的成熟过程。这种方法并不总是适合于所有类型的水果和蔬菜，因为有些植物对乙烯的敏感度不同。好在番茄对香蕉中的乙烯气体非常敏感，不管是晒太阳还是用香蕉催熟，一旦有被催熟的番茄，我就会取出来食用。对于最后剩下的不太成熟的番茄，我最后都会把它们加工成橄榄油制番茄。把洗净的番茄平铺到烤盘上，我的这些番茄大小不一，把大的番茄切小一点，以便受热均匀，撒点蒜片、盐和胡椒粉，再淋点橄榄油，放入烤箱250华氏度烤1个小时左右，直至番茄风干。同时用橄榄油低温慢慢煎香蒜片，等蒜香渐渐释放出来之后，再加一些干燥的欧芹碎增添风味。你也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香料，如百里香、迷迭香。准备一个密封罐，把风干的番茄和放凉的蒜香橄榄油倒入，一定要让油完全覆盖住番茄。橄榄油、大蒜和番茄会在浸泡中充分融合，别具风味。最好是放入冰箱静置1-2天后再使用，用它搭配面包或者给料理增添风味，都是棒棒的。烤面包的时候，我先把油浸番茄里的橄榄油淋了一点在上面。面包烤好后，在上面放入牛油果、油浸番茄和野生虾。这个吐司是不是简单好看又好吃？有兴趣的话试试吧。通过上面介绍的冷冻番茄、意大利蒜蓉红酱、醋汁小番茄，还有百搭油浸番茄，我种的所有番茄都被我转化成餐桌上的美食，可以享受整整1个冬天，一直到第2年种植季的开始。
如果你亲自种过番茄，就一定会感触，在夏季的户外自己种植的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的接受阳光照射自然生长的番茄的味道，与我们在超市购买的秋冬在大棚里种植的番茄的天壤之别。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多种一些番茄，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也能享受菜园里的成果吧。每年我都会选购新的番茄种子，同时也会在种植过的番茄里筛选喜欢的品种自己留种，等开春的时候自己育苗，然后把它们移植到菜园里。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我的番茄又会年复一年地呈现五彩缤纷交织而成的一抹亮丽，如色彩斑斓的自然调色板，勾勒出一幅生机无限的多彩画卷。对我而言，这是耕耘的回报，更是一种最淳朴的视觉盛宴。我们下次见。